摩尔多瓦宣布将成中立国，不再寻求加入北约。为何说是明智之举？摩尔多瓦与俄罗斯之间时有摩擦，此却暗示加入北约，现在却表示并没有此类计划，这是为什么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在观看的过程中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。1. 摩尔多瓦。摩尔多瓦是一个内陆国，该国与罗马尼亚和乌克兰接壤，东南部遥望黑海。该国南北长350公里，东西宽150公里，国土面积 3.38 万平方公里，人口大约349万。摩尔多瓦位于巴尔干半岛东北部，该国大部分国土在德涅斯特河与普鲁特河之间。德涅斯特河发源于东喀尔巴阡山，全长1352千米，注入黑海。普鲁特河是多瑙河支流，现为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的界河，全长950公里。摩尔多瓦的航运依赖这两条河流。2004年，摩尔多瓦在南部建设了朱朱列什蒂国际自由港，这是摩尔多瓦唯一可以停泊远洋船只的港口，距离多瑙河出海口133.8公里。通过这个港口，货物可以直达传统国际贸易和运输路线。摩尔多瓦的首都是基西纳乌，该市位于摩尔多瓦中部地区，面积约565平方公里，人口约83万。这里是摩尔多瓦主要的工业城市，其工业部门包括食品加工、机械制造、金属加工、葡萄酒酿造。摩尔多瓦是传统农业国，80%的国土是黑土，生产葡萄、石糖、石油和烟草等。曾是苏联水果和浆果、玉米、向日葵和蔬菜等农作物的生产基地之一，其葡萄和烟草产量居苏联各加盟国之首。摩尔多瓦的农业和农产品加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%，全国有46%以上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。摩尔多瓦自然资源相对贫乏，缺少硬煤、铁矿、石油和天然气，但是全国境内蕴含着丰富的非金属富矿。该国工业基础薄弱，冶金业是其重要工业部门。但是本土资源只能满足冶金企业15%到20%的原料需求。可以说，摩尔多瓦工业的致命弱点是资源匮乏，完全依赖于外部提供原料、能源和技术联系。2. 摩尔多瓦谋求加入北约。俄罗斯在欧洲的处境并不算好，北约自苏联解体后不断渲染俄罗斯的危险性，持续东扩。俄罗斯众多欧洲邻国加入北约。2020年12月，摩尔多瓦桑杜总统上台后，要求驻扎在德佐的俄罗斯维和部队撤出，并打算邀请北约进驻，十分明显的反俄亲西方态度。1994年，摩尔多瓦宪法中规定了该国的中立国身份，宣布永久中立。由于之前对北约的邀请，2021年被问及是否会加入北约时，摩尔多瓦还坚持自己的中立国身份。2022年，俄乌冲突爆发，摩尔多瓦站定欧洲立场，于3月申请加入欧盟。欧盟只是经济组织，至此，摩尔多瓦还没有放弃中立国身份。但是，这并不表示摩尔多瓦对加入北约没有想法。摩尔多瓦与北约的合作一直比较密切。2022年9月，摩尔多瓦总统与北约秘书长会晤。12月，摩尔多瓦外长首次参加北约外长级会议，北约确定对该国提供国防训练。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，摩尔多瓦加入北约的意愿更加热切。2023年1月20号，摩尔多瓦总统表示，正在考虑是否修改宪法，并放弃中立身份，并加入更大的联盟。分析认为，这是其想要加入北约的暗示。同年10月11号，摩尔多瓦公开宣称俄罗斯是最大的威胁，并在11月24号加入欧盟对俄制裁，俄摩关系急剧下降。摩尔多瓦曾是苏联加盟国，其经济发展水平在苏联内部倒数。苏联解体后，摩尔多瓦积极融入欧洲。该国与俄罗斯的政治争端集中在德佐地区，德佐生活着大量俄罗斯人，是摩尔多瓦重要的工业区和供电区。但是该地区一心想要独立，2度申请加入俄罗斯。1992年，摩尔多瓦与德佐产生武装冲突，俄罗斯与乌克兰进行维和。此后，俄罗斯在德佐保持了1000人左右的维和部队，这让摩尔多瓦十分不满。今年3月7号，法国与摩尔多瓦签署了一份防务协议，在一份联合声明中，法摩都喊话俄维和部队撤离。另一方面，摩尔多瓦经济的发展严重依赖俄罗斯能源供应，因为能源价格和供应问题常常导致两国之间关系紧张。加之摩尔多瓦谋求加入北约，俄罗斯将摩尔多瓦视为势力范围，两国不可避免产生摩擦。3. 摩尔多瓦为何放弃北约？
摩尔多瓦此前对加入北约比较热切，近期却有了态度转变。摩尔多瓦外长表示，该国可以与他国在安全领域展开合作，但是将不再成为任何军事集团的一部分。摩尔多瓦对俄罗斯不满的原因之一是德佐，现在服软的原因还是德佐。2月28号，因为摩尔多瓦政府的经济封锁，德佐地区向俄罗斯求援。俄罗斯没有明确的表示出兵，但是也表示会优先受理德佐的申请，保护德佐地区居民的权益。德佐人口349万，俄罗斯人有22万。如果德佐的权益被损害太过，俄罗斯不会坐视不理。此外，摩尔多瓦独立后，并不是只有德佐想脱离其独立。国内南部的加告兹自治区自摩尔多瓦独立之初就争取自身独立地位。14年公投显示，98.9%的公民赞成该地保持独立地位。加告兹与俄罗斯的关系本就比该国政府密切，摩尔多瓦政府时刻防备这里成为第二个德佐。今年3月8号，该地区俄罗斯就解除对加告兹农产品禁令，以及以优惠价格向加告兹供应天然气的可能性等事宜进行了讨论，这又给了摩尔多瓦政府当头一棒。但是也不能彻底激怒俄罗斯，中立是必要的。